为什么要答应和后选比试？为什么不行？你把我当成什么？我不是一个人吗？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吗？自主选择？你当然没有了。楚玉，荣止，我不是为了你才去跟霍轩比试的。所有人都瞧不起我，贬低我，说我这个大宋公主配不上大魏高贵的摄政王。可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不是废物，也不是万事不懂。世上没有我配不上的男人。不管怎么样，马上终止比试。可皇上已经下旨了，平城人尽皆知，你要怎么取消比试？楚玉，你比不过他。你知道霍玄武功有多高吗？从小接受什么样的训练？你若执意要比的话，一定会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。对，他武功高，人又聪明，还会练兵打仗，连男人都不得不服气。但是我也不差吧？我相信只要我努力，一定有一决高下的机会。所以就算输了，也要比试比输，而不是还没开始就胆怯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还有，我很感谢你让太后娘娘过来解围，但是我跟霍玄击掌为誓，绝不反悔。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第一场比什么？斗富。皇上给我和霍玄各1000金，他让我们俩用这笔钱各自去买东西，再作为皇上的馈赠送给大魏百姓。谁买的东西最富贵、最吸引人，就算谁赢。诸位，过来看看，这是皇上送给大魏百姓的礼物。放。大家快捡啊！这就是礼物。别抢，是我的！霍将军，我等你的答案。原来他根本没有想买东西，而是把金子全部换成了银片。这样一来，热闹也有了，贵气也有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气氛更好呢？谢谢皇上！我有主意了。哎，霍玄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莫非霍将军要在这儿应战吗？摄政王妃接着往下看就全都明白了。将军来了。好壮观的金鱼啊！王妃，这就是将军准备的礼物。我曾听闻，有欲以万金一时废去者，门下客以金进买金帛，在这金山塔上，向风扬之，顷刻而散，沿江草树之间，不可收复。我本以为是传说的，没想到竟然看到真的。想必霍将军把金子变成金羽，一定极下功夫。霍将军，这一场是你赢了，我认输。朕听说第一局斗富，楚玉直接认了输。是，我在河里放了银船，确实吸引了数十百姓。可是霍将军的金羽，却将半个平城的人都吸引过来了。这一局，用不着陛下评判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王妃倒是很实在啊，陛下，你说是不是？赢要赢得漂亮，输也要输得得体。不过，比试就是比试，总是要分出胜负的。既然第一局胜负已分，那就开始第二局吧。请陛下出题。母后，这一次的题目你来出吧。第一局斗富，那我就卖个巧。第二局比穷，这要怎么比？你们在平城城内各自找个贫者，以10日为期，让他们成为富人。方法不限。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要我们比拼财力吗？当
然不是让你们直接给钱财，而是依靠你们的智慧，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。怎么样？你们2个能做到吗？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人预约啊。你军营里有这么多事情，你都丢下不管，竟然陪一个丫头去疯，难道你要别人说你跟她一样没秩序、不懂事吗？干嘛这么生气啊？你怪我们把你当成赌注了，还是说你怕我欺负楚玉？霍玄，你放心，我武功比他高，又经常上战场，未免胜之不武。我早已提出，一不比武功，二不比战术，只是比智慧和手腕。这样你还担心什么？可你们把事情闹这么大，要如何收场？那么，摄政王是担心我输了以后放弃你，还是怕楚玉离开平城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在我印象中，你从来没有这样说不出来话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？霍玄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，如果楚玉输了，他一定会离开平城。你有想过吗？她是摄政王妃，她怎么样回到故乡？如果你输了，以你骄傲的性格，一定会撂挑子走人。霍家军怎么办？这样的义气之争，毫无意义。或许在别人眼里是这样，但是荣止，你就是我奋斗的意义。从前我就知道，你将来会是我的夫君，所以我以你的理想为理想，以你的目标为目标。只要是你对我的期待，我全都会不折不扣的完成，甚至不问任何缘由。这一次，你能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，为我考虑一次？霍玄，我的士兵们在看着，整个平城都在看着，我一定要比试，而且要赢过楚玉，堂堂正正的成为你的妻子。不论是谁，哪怕是你荣止，也左右不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管你。多谢。啊，你说我该找谁呢？清月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小偷，竟敢偷东西！你一看就很有钱，我都快饿死了，给我一点就能掉一块肉吗？吝啬鬼！大家快来看啊，他们欺负人了！快来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各位大爷大婶，我从小就没有爹娘，肚子太饿了，才会一时犯错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放过我好不好？有话慢慢说，别动手嘛。就是啊，人家还是个孩子呢，以大欺小多不好啊。他饿得瘦骨嶙峋的，他定是一时想差了，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你看你们穿这么好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，接济一下人家又怎么了？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因为穷就可以偷东西，可怜就该被原谅的话，那天底下大家都不用辛勤劳作了，全去偷东西好了。反正穷啊，偷东西有理，反正我会哭，被抓了也不怕。哎，你这女郎怎么说话呢？我们也是一片好心嘛。可是你们刚才的意思分明是，觉得我有钱就应该分给他，人可怜就应该被原谅。如果我不放过他，还要抓他去衙门的话，你们就说我没有同情心。那我问问你们，富者的钱难道是从天而降吗？难道就应该被偷窃是吗？你们刚才非但不让我抓贼，还逼着我从荷包拿钱接济他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不劳动者没饭吃，偷懒耍诈一生穷。不但不能放了你，还得好好教训你一下。给我过来！
的东西，我已经还给你了，你怎么还不肯放过我呀？本来我是想放过你，可你呢，非但不认错，还哭闹向那些人求情。好，我要把你送到衙门。不要啊，女郎，你不要把我送到衙门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刚才只是饿得很啊，我保证再也没有下回。不想去衙门啊？好，也可以，帮我个忙吧。你要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可不卖身啊！想得美，我能看上你啊！李兄，李兄，这些药你拿着，回去之后好好养伤，吃完了再来找我拿。你先回去吧。行，谢谢师傅，谢谢。让你不还钱，让你你们干嘛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别打了！他欠了我们那么多钱，我们不得找他吗？你听我说啊，兄弟，你把他打死了，他不更没钱还你了吗？别打啊！哎，一边去，给我上！怎么，还想打？哎，别！女郎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吧。我的乌鸡全死了，你叫他们打死我好了。乌鸡，乌鸡是什么？乌鸡啊，就是一种眼角及内脏皆为黑色的珍禽，可以用作食疗。现在卖给贵族，价格不菲的。这么说，他是因为养的鸡都死了，才会伤心欲绝。嗯，我聚所有的钱财来养乌鸡，把家里的地契和田地都典当了，谁成想，有人存心嫉妒，把我家的乌鸡全都给一刀宰了。我现在一身是债，穷困潦倒，我还怎么活呀？我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哭也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一身是债，穷困潦倒。这么说，你现在是个穷人了？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？我和你说，这个人已经够可怜了。他本来养鸡场做得挺大，但是一夜之间全被杀绝了。你就别再雪上加霜了。好，那我管了。你管？10日之内，我要让这个欠债缠身的养鸡人变成平城第一巨富。哼，这位女郎，你疯了！你们别管我怎么做。如果他10日之内还不上你们的钱，我会一力承担。哎，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啊？走吧，带我看看你的鸡。走吧。站稳一点，手抬高，抬高，手打直，背后背后，我不学了，起来，不起来，这太辛苦了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学。宁可偷东西也不学真本事是吧？反正我学不来。啊，你跑哪儿去？你是谁啊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就是你选中的人？对。我劝你别把希望放在这个孩子身上，我看他就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呸！我才不是烂泥！放开我！不劳而获的事情做多了，就会把好逸恶劳当作理所当然，靠别人同情心过日子。你不是烂泥是什么？我不是，就不是！你胡说！就算以前是，以后也不会了，因为我会教他怎么赚钱养活自己，再也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的目的是让他变成富人，而且只有10天时间。你有把握吗？我相信他只是不懂事，以后会明白的。你不能让他明白，我倒多的是办法。按照我朝律法，偷盗杖责40，并罚劳役1年。看你这小身板，别说40，1杖就要了你的命。我是饿得没饭吃才会偷东西的。律法就是律法，杀人偿命，犯错受惩，不会因为你是富人而被宽恕，也不会因为你是穷人而被减刑。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律法面前指手画脚。要是都像你一样，仗着自己是弱者就胡作非为，拿别人的同情心做幌子，那还有没有人遵守律法了？沈玉，把他押到衙门，让他看看板子到底有多宽。是。不要去衙门！放开我！姐姐，你救我！我求求你了！我学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当真？当真。懒惰的秉性是改不掉的。沈玉，
再给王妃另选一个完成赌注。是。啊！我就选他了，我不准你们动他。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记住了，男子汉的颜面是自己挣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会好好学习，才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看见了吗？不劳而获的人啊，谁都瞧不起。所以从今往后，你不可以再偷懒耍滑了。在接下来的10天，我会想方设法把你变成一个富人。可是好好练习就能变成富人吗？山人自有妙计。将军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按照你的吩咐把鸡都带来了。要现在行动吗？不，再等等。霍将军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些鸡都已经死了，你把它们拖到这儿来，是要丢进江里去吗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急什么？我要的东西呢？已经配好了。谢谢。霍玄当真这么做啊？这倒是奇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奴也不知。摄政王妃呢？王妃收留了一个小乞丐，连日来都在精心的教导，应是已经定了主意。亲姑，你替我去一趟摄政王府，好好叮嘱楚玉，让他一定格外提防那个霍玄。是。手打直，屁股别往前挺，往下蹲，驼背，头抬起来，再往下蹲点。哎，秦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秦姑，放下吧。秦姑，这是什么呀？摄政王妃，10日之期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是太后娘娘给你的馈赠。馈赠？什么意思啊？王妃，太后娘娘送你这些东西，要你收下，赢了这次比试，还不快谢恩？我不能这么做。太后娘娘可是一番好意，霍将军家底丰厚，胭脂不会使诈，你可别犯傻啊。可是太后娘娘在比试前就说了，让我们帮助贫者致富，但是绝对不可以直接给钱。如果我要是拿了这些，那不就是作弊了吗？谢谢娘娘一番好意，但是我真的不需要。那要是霍将军他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比试是我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摄政王妃，你可真是不知好歹。等等，怎么，王妃后悔了？连箱子一起带走吧。带走。你看，哎，金姑，公主可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。金姑，你可得好好练。哦，刚才教的都记住了吗？金姑，记住了。金姑，我们继续练。又忘了肚子。王妃，后背，你怎么不收下这些东西啊？这太后娘娘也是一片好意啊。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，但是我真的不能接受那些。你呀，啊，过来。你之前说饿得受不了才会去偷东西的，那平城像你这样的孩子多吗？当然多了。怎么又原封不动的带回来了？太后娘娘，你一心帮他取胜，可人家根本就不领情啊！能把你给气回来，想必楚玉他是言辞拒绝了。奴是真没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人，就凭他那3脚猫的功夫，哪比得上飞凤将军啊？娘娘这是为他增加赢面，若是换了别人，还不欢天喜地的谢恩？真傻瓜！
你还真别说，楚玉他还真是挺倔强的。只有等他输掉摄政王的时候，他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娘娘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啊？我们能做的不是已经都做了吗？静观其变吧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免了，把你的成果拿出来吧。好，动手。这是银龙。对，这种鱼肉质鲜美，嫩如豆腐，十分受达官贵人的喜爱。可是这几年渔夫大肆捕捞，鲜有效果。现在一条银龙的价格，甚至比黄金还要贵几倍。既然这么难捞，这些你又是如何办到的？银龙爱吃腐肉，我在坛中放置鸡肉作为诱饵，自然上钩。那鸡呢？已经被分食殆尽了。好。这可真是个好主意，霍玄，你果然聪明。聪明是聪明，不过这腐鸡会污染河水吗？那就要靠顾先生了。我将事先调配好的药涂于鸡肉的表面，使它尽量隔离，让腐肉不去污染江水。鸡原本是他自有的，我不过是废物利用，帮助他一夜之间成为平城富豪。陛下。现在我的赌注已经完成，应该轮到摄政王妃了。摄政王妃去哪儿了？陛下，请随我来。带朕来这儿做什么？摄政王妃呢？他让臣带陛下来，说到了，一看便知。我要给诸位表演一个节目。出来吧！这些孩子可真有意思。是个尊字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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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来，过来。谢陛下。他就是你选中的人选。是，陛下，他只是平城一个小乞丐。这些孩子和他一样，他们都是战乱留下来的孤儿，根本没有地方去，
只能到处流浪，有时候还会偷东西。陛下不是说了吗？让我帮贫者致富，所以我就把他们都召集起来，组成一个杂技团，依靠表演赚钱。赚了多少？再说也没有用了吧？那些银龙可以使养鸡人成为平城的巨富，而摄政王妃带的这些孩子，挣的也只有这些。很明显，是王妃输了。我们已经很用心了，我们真的很用心学了。别难过，没关系，我不在意的。不，这次是我输了。将军，这时候可不能让。霍将军，你不要因为同情这些孩子，就故意让着我。谁说是让你了？我这辈子从来不会故意忍让。那是为什么？陛下，我明白将军之意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钓上银龙只能解决一次困境，如果想永远吃鱼的话，必须要学会钓鱼的方式。霍将军的方法看似有效，但是那个养鸡人什么都不做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平城巨富。而摄政王妃的方法呢，却是一点一点教导小朋友们学习杂技，用自己的劳作来换钱财。如果是按钱财的来源方式算的话，确实是霍将军输了。捕捉银龙的方法必须卡准时节，而且只能用一次，很快就会被众人模仿。鱼价大跌之后，自然就不值钱了。可积极的学习杂艺，不断创新方法，自然可以表演100次、1000次。从时间长短上来看，的确是摄政王妃赢了。霍玄说的没错，这一局的确是楚玉赢了。连你也这么说？是，他们还有一个理由都没说。哦，什么理由？他们不是不说，而是根本不敢说。楚玉帮助的是一群战乱遗孤，这些孩子本应由朝廷照顾，却因为照顾不周而流浪。如果继续流浪下去，只会让他们好逸恶劳。楚玉教会他们自食其力，其实在为朝廷减轻负担，承担责任。他教给孩子们的是精神财富，远比一个让走投无路的人重拾财富要有意义得多。说得对，这一局，朕判摄政王妃胜。真的？那陛下，这些孩子可不可以？来人！臣在。这些孩子每一个都要妥善安置，记得，不光是他们，平城城内因为战乱失去父母、流离失所的孩子们，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是。围攻！你让出了这一局，不后悔啊？如果我坚持用财富的数量来衡量比试，这一局自然是我赢了。但任何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，都绝不会这样打击孩子们的自信。哪怕是为了这群无依无靠的少年，我也非输不可。更何况，第3局赢的人一定是我。那么自信？万无一失。这2盆都给我留下吧，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太后娘娘，第2局摄政王妃赢了。想不到这丫头还真有2下子啊！话虽如此，可她还是太傲慢了。哼，但凡有本事的人都有资格傲慢，况且楚玉她还这样年轻，气盛一些也没有错。对了，第3局的题目定好了吗？奴也很好奇，特意派人去打探了。可皇上回宫后就一直紧闭太华殿，没有半丝风声传出来，这么神秘啊！兴许是皇上也没想好第3局该怎么比吧。比文，楚玉要输；比武，楚玉还是要输。现在1胜1负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。想必皇上在为第3局的题目头疼，不知道该偏向谁好吧？那依你看，皇上更偏向谁呢？那就只有咱们这位小皇帝心里明白了。
封贵人。摄政王殿下，殿下，这是刚送皇上回来吗？这么巧，就遇见封贵人了。是。看样子，你过得很不错。皇上对红袖关爱有加，从前的奢望，如今都已经实现了。你在宫里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，难道忘记刚入宫时的初衷了吗？殿下对红袖的恩惠，红袖绝不敢忘。帝王的宠爱，如同镜花水月。未来如何，还要看你自己。是。贵人，走吧。谁？什么人？陛下在为何事担忧啊？为何这样愁眉不展？朕在想这次的比试，摄政王妃跟飞凤将军如今已经是平局，那第3局就会是决定胜负的一局。不过，这万一是摄政王妃输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朕也在这2人之间左右为难。霍玄从小就随父亲上了战场，性格坚毅，文武双全，却又比男人还要固执。这样强大的一个女人，若是不许给摄政王，还有谁敢娶她呢？至于摄政王妃，她毕竟是刘宋公主，除非万不得已，朕也不想让刘宋失望。只可惜他们2人都太出色，太倔强，绝不肯共侍一夫。陛下错了。哪里错了？身为女子呢，哪有敢独占摄政王的念头啊？对于霍玄而言，他无非就是想要成为摄政王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位置。对于楚玉，既然他以前容得下马雪云，又怎么会容不下霍玄呢？或许他念念不忘我们的欺瞒，一直耿耿于怀。不，婢妾认为楚玉是动了真情，就是因为他格外在意摄政王，所以他才想要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。可惜啊。不可惜。红袖，荣只是大魏的摄政王，他没有个人意志，一切都要以大魏的利益为先。所以殿下一直没有表态，他不是不想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霍玄和楚玉都是绝世聪明的女子，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既然摄政王他自己不能选，那就由他们替他选了。太过聪明的女人总是容易让人产生畏惧。陛下，女人太过愚钝会让人觉得生厌，而女人太过聪明啊，又会让人觉得畏惧。摄政王遇到的这2个女子呢，都是太要自尊心和太过聪明的人了，也绝不是会用装着来讨好男人的女人。所以啊，他们要进行一场比试，就算是输了，也是落子无悔啊。那依你的意思，这第3局的题目……陛下，陛下出事了！陛下出大事了！潘公公，你来宫里多久了？见过那么多场面，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？有鬼！住口！陛下，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嘛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若再敢胡言乱语，朕绝不轻饶。还不快说清楚！
有一个打更的工人死在刘备殿了，全身的血都被抽干了。什么？第3局的题目定好了吗？说话呀！太后娘娘，刘备殿今日突然出现一具干尸，皇上已经赶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止如此，摄政王妃与飞凤将军今日一早也去等第3局的试题，此刻也被一并叫了去。他们也去了。那摄政王呢？摄政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皇上今日办了早朝，摄政王此刻想必也在刘备殿。混账！都下去吧。太后娘娘，你刚才失态了。你没有听到吗？他刚刚说的是刘备殿，就是那个。太后娘娘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人死在刘备殿罢了。是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人死了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走吧，我亲自去看看。哇，这细节雕刻的真好，像真的一样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谁先发现的？参见陛下。你不会说话？他没有舌头。你是哑巴？飞凤将军，这个宫女早些年犯了规矩，被割了舌头。陛下念她是刘备殿的老人了，就把她留在了这儿，负责一些日常打扫。她是说不出来话了。你说。回禀陛下，今天一早，奴二人就像往常一样来殿内打扫，一进门就发现他。你们进来的时候，门窗都紧闭着吗？是，门窗都是紧闭着的。行了，赶紧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太后娘娘到！参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你也过来了。宫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事，我实在是太担心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怎么样了？凶手找到了吗？尸体全身血液都被抽空了，没有找到凶手。抽空了？什么样的人啊，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太后娘娘，这尸体可恶心了。你看，放下，把他给我放下！王妃，你把娘娘吓着了。太后娘娘是楚玉太鲁莽了。没事，我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，想想都觉得怪吓人的。的确很可怕，朕看着都很恶心。母后，
你要是身体不适，就先回去吧。多谢陛下关心，哀家没事。陛下，您不正为下一题的题目而发愁呢吗？婢妾建议，就以此为题。什么？也好，就以此为题。10日之内，谁若是能破解此案，就赢得比试。不可以！整个人的血液都被抽干了，这该有多危险啊！陛下，再这么下去，肯定会出大问题，绝对不可！太后娘娘，若是抓不到凶手，迟早还会有人遇害的。我愿遵从陛下谕旨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飞凤将军倒是罢了，毕竟上过战场，见过死人。那楚玉呢？她是摄政王妃，怎么受得了这个？楚玉，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。楚玉，你害怕吗？我不怕。楚玉，太后娘娘，你放心好了。楚玉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愿意试试。果然都是有勇气的女子。不过，太后的顾虑也未尝没有道理。陛下，这样吧，还是以10日为期，但你们可以各自寻找帮手。谁若是能在期限之内找到凶手，谁就是最后的赢家。是。确实如你所说，这具尸体是被吸干了全身血液而死。我实在无法想象，到底什么人会有如此可怕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尸体，这具尸体的眼睛圆瞪，嘴巴大张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进入大殿之后，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不可能，刘备殿只是座寻常的宫殿，每天都有人打扫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。而且，负责打扫的宫女还说，他们进去的时候门窗都是紧闭着的，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。那他又是被谁所杀的？我们不如先做一个假设。如果是我推门走进大殿，突然遇到袭击的话，我一定会下意识地进行反抗或者挣扎。可是这具尸体上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痕迹。没有反抗？与其说没有反抗，不如说根本就来不及反抗。他在看到东西的一瞬间就已经被吸干血液了。我不信，世上绝对没有这么邪门的功夫。我也不信。可是尸体就在这儿，由不得我们不信。王妃有何吩咐？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：刘备殿的主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我不知道啊，你还是问别人吧。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，殿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吩咐，我很忙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王妃，你为难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输了比试，可就要离开这儿了。王妃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此事过去已久，你还是不要再追问了。好，我保证不追问。你看，我要调查刘备殿，我必须要知道主人是谁啊，不然从何查起？那也不能，殿下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啊，这招我玩过很多次的。你有什么话可以问我？殿下，卑职……我明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想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刘备殿的主人是岳夫人，八皇子的生母。只不过她不幸早逝了。我只是想了解真相。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真相。你好奇心调查真相可以，但是不要追寻过去的事情。岳夫人。是啊，兰若，你听说过她吗？这好端端的，
怎么会提起他呢？他不是刘备殿的主人吗？而我现在不是正好在调查刘备殿的案子吗？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啊。岳夫人啊，其实是八皇子殿下的生母。她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，深得宠爱。可惜红颜薄命，年纪轻轻就这么去了。那个时候的八皇子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可能就是因为缺少生母的照料，所以才会变得举止荒唐吧。这样啊，我说呢，八皇子不过初见我就捉弄我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刘备殿更好奇了。王妃，你的脑子是不是又在转什么奇怪的主意了？我准备夜探刘备殿。人人都说刘备殿的惨案是岳夫人作祟。岳夫人，她都已经死了多少年了？对啊，别瞎说。你们懂什么呀？你没看到那工人浑身上下的血都被吸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啊，这殿内又没有任何人出入的痕迹，不是鬼魂作祟是什么啊？我早就感觉这殿内不干净，总是阴森森的。平日里我们都是白天打扫的，要不是这回，要不是什么？太后娘娘，奴婢不是有一番宫规的，太后娘娘饶命啊！按宫规处置。奴婢不是有一番宫规的，太后娘娘饶命啊！太后娘娘，妖言惑众，饶命啊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必定是有人从中作鬼，不如多派些人手，夜探刘备殿。你马上传令下去，派20个武功高强的能手，今晚就守在刘备殿内。我就不信了，抓不住这个装神弄鬼的混账东西。都检查了，没有人跟过来是吧？嗯，真的没有。哦。兰若又出卖我，这不关兰若的事。你白天那么关心刘备殿，我一早就怀疑，让沈玉盯着你。你以为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刚刚死过人的凶案现场。你那么晚出去，是想抓获凶手，破解谜题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那个能力吗？我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闯祸。走。荣止，拜托你让我看一眼。清月，清月，救我！清月，走。你快放开我！你丢死人了！你放开我！荣止，荣止，你快把我放开！把我放开！你答应我以后不再以身犯险，我就放了你。哎，你讲道理好不好？如果我要不夜探刘备殿的话，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我不关心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就把你倒吊起来。为什么倒吊？因为太高估自己的人呢，这里一定装满了水。我把你倒吊起来，看看这个水会不会从你耳朵和鼻子里出来。你太可怕了你！我不管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殿下，刘备殿又死人了。又死人了！
这些是什么人？又是怎么回事？是宫里的侍卫，想来刘备殿查看，结果却惨遭不测。听见了吧？下次还要夜探刘备殿吗？可我未必会和他们一样。不知死活！你要夜探刘备殿？对，因为我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凶手就在暗处伺机而动。你最好不要做傻事。这20名护卫都是1等1的高手，可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说反抗了。如果昨夜来的人是你，只怕今天的尸体又要多添一具了。王妃，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刘备殿实在太邪门，叫人脊背发凉。你还是乖乖听话回去吧。飞凤将军，我虽然不像你战果累累、声名显赫，但是我从来不缺乏勇气。有这20条性命作为代价，我不会鲁莽行事的。10日之内，我一定会找到背后玄机，把幕后凶手揪出来。你说找了半天什么都没发现，啊？你发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发现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晴月，你说这世上真的有鬼吗？妈呀，你别吓唬我了。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害怕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人人都说有鬼，可谁见到了？就算见到了，可他们都死掉了。可是有鬼！你吓我一跳。你说这刘备殿10多年都没出事儿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？不知道。谁啊？你别走，你站住，等一下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岳夫人以前的宫女？我知道你不会说话，但写字会不会？这样，你写字来回答我。写字总会了吧？啊？你手怎么了？你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就是想问问，参见摄政王妃。秦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太后娘娘有请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。楚月，10日之期已经过了一半，有眉目了吗？太后娘娘，现在宫中到处都是传言，说是有人撞上了鬼祟，可是我不这么认为，分明是有人作祟才对。找到那个人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假以时日，我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自信是好事，但是过度自信就有了危险。世人往往以讹传讹，我担心如果找不到凶手，谣言会一发不可收拾。那霍玄呢？他有什么办法？回禀太后娘娘，这飞凤将军和摄政王妃一样，都没有任何进展。那既然没有什么办法，你们为何不放弃这个可怕的比试呢？不然，重新找一个题目，重新比试。放弃？怎么能放弃呢？放弃就成悬案了。那以后万一再有人遇害怎么办？凶案都发生在刘备殿，并未疑惑他处。为了避免不幸再度发生，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封闭刘备殿。太后娘娘，你可不能这么做啊！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飞凤将军毫无线索，你也是一筹莫展。既然你们都没有办法，干嘛还要如此执着呢？那你们一天查不出真凶，就任由危险存在于宫中吗？封闭刘备殿，不要让任何人进入，这个就是最安全的方法。那无辜死去的人呢？谁为他们讨回公道？王妃一味的争强好胜，不肯服输，
这个会造成更大的牺牲。刘备殿是岳夫人的旧殿，是八皇子唯一可以睹物思人的地方。如果就此封闭，他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你说什么？很抱歉，太后娘娘，我知道不该这么说，但是我请求你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母后，陛下，哀家所做的一切，全都是为了摄政王妃，她却一点都不能体谅哀家的心意。她不明白，但是你必须要清楚，封闭刘卑殿，一是为了制止流言，二是为了宫中的安全，三就是为了不要让别人说岳夫人的宫中闹鬼。陛下，哀家就这点心意，竟然被这样误解，你觉得我能忍得了吗？楚玉，你还不快向太后请罪！太后娘娘，您说要封闭刘备殿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。可是楚玉却出言不逊，伤了你的心，是楚玉太莽撞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你既然什么都明白，为什么还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？如果你有什么闪失，摄政王怎么办？可是就这么说定了，让皇上再给你们出一个题目，然后马上派人封闭刘卑殿。太后娘娘此言差矣。婢妾见过陛下、太后娘娘。红袖，你刚才说的话，分明是不赞同封闭刘卑殿了。陛下，如今传言不只是在宫中，就连平城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如果现在封闭刘卑殿，岂非就是坐实了传言，让大家都认定了殿内真的有鬼？封贵人，不可胡言乱语。我建议封闭刘卑殿，是因为我想保证宫中人的安全，并不是什么听信了鬼怪之说。封贵人，既然你已经进了宫，就不要把宫外的那些污糟之事带到宫里面来。什么鬼怪，什么作祟，我认为只要心中没有鬼，到哪儿都是一片净土啊。太后娘娘说的是婢妾失言了。不过，这封闭刘卑殿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法子。皇宫是天子之地，却容着一处凶殿的存在，未免是贻笑大方。更何况，这刘卑殿毕竟是岳夫人的旧居，宫里传着这是凶殿的传言，那不就明明白白的说岳夫人已变成厉鬼了吗？太后娘娘的建议实在是欲盖弥彰，适得其反呀。陛下，这不光会伤了八皇子的心，更会损害您的威严呀。所以婢妾认为，这刘卑殿非但不能封，还得查个水落石出。封贵人说的有道理，而且现在10日期限还没有到，我请求你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如果10日之后，你们还是束手无策呢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太后娘娘要想封闭刘卑殿，楚玉也无话可说。好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朕就等到10日。如果到时候还没有发现，朕就亲自下旨封闭刘卑殿。封贵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顶撞太后！太后娘娘，婢妾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，会让您如此动怒啊！你明明知道刘卑殿疑惑甚广，却一直故意阻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太后娘娘，您误会了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谣言是越堵越甚，最后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婢妾这么做是想用真相去平息谣言，哪会有什么目的啊？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，但如果摄政王妃和飞凤将军都在刘卑殿出了事，我第一个不会放过的就是你。飞凤将军智勇双全，而摄政王妃更是机灵聪慧，
我对他们很有信心。太后娘娘，您不这么认为吗？我当然这么认为。红杏，回宫。太后娘娘慢走。红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刚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替我说话，太后一定会封了刘备殿，到时候可就什么都查不出来了。楚玉啊，其实太后娘娘说的也很对，我见过好多的奇闻异事，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凶案。如果刘备殿真的是座凶宅，那还是封闭为好。你可不要为了逞一时义气，你就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。红袖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重，碰不上还好，可是既然撞上了，就不能半途而废。告诉你，我一定要坚持到底，哪怕查不出真相，也算是无愧于心了。楚玉啊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听说，凡是天黑之后进入刘备殿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走出来的。所以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在天黑之后进入刘备殿，听明白了吗？放心吧，红袖，我知道轻重的。你先答应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知道吗？就算是我不答应，荣止每天黄昏之前都会揪我走，根本不让我留下。你呀，轻点儿。摄政王那是在关心你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是吗？傻样。清月，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大殿，又不会被凶手伤害呢？公主，你说这大魏真的到处都是和尚，从哪都能碰见？傻不傻呀？皇上崇佛由上而下，自然形成风气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沈玉，快！摄政王在哪儿啊？皇上派了新差事，他这2天不在府里，有什么跟我说就好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来不及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管了，走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快走，快点！清月，王妃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沈玉，你来啦！我不是听说刘备殿闹鬼吗？然后我又听说，这个佛像啊，它可以镇鬼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城内最好的工匠，连夜赶制了一尊佛像。王妃，这不叫赶制，叫请佛。哦，对，是请佛。不是，公主她其实就是想把这个……有了这尊佛像之后呢，这样，刘备殿的鬼神啊就不会再作祟了。王妃向来不信鬼神，怎么会突然信这个？你想啊，这人病入膏肓了，肯定会吃各种各样的药，万一奇迹出现了呢？我虽然不信，但是皇上信啊。要是真歪打正着，鬼神不见了，那这一局我不就赢了吗？哦，原来王妃是求胜心切，病急乱投医呀。对，而且今天我就能做好，太阳落山之前我就要送去刘备殿了。你不要再碍事儿了，走，沈玉，快走，快走。不许告诉他。好了，辛苦各位，你们快回去吧。摄政王妃，你也赶紧走吧，太阳就快落山了。我马上就出去，你们快走吧。是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！清月，只要躲在里面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，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看清楚一切。你不许出卖我啊，否则我真不理你。不行，你还是出来吧。你干什么，清月？我没跟你闹着玩。我也没跟你闹着玩呀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进去。天快黑了，我要抓鬼，你快走！抓什么鬼？走啊，太危险了，公主！哎呀，太危险，快点出去！公主，开门啊！开！公主，太危险了，公主！一定没问题的。等天黑了，我就亲眼看看，
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公主，开门！开门！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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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有事的。那是摄政王吗？是他。摄政王大人何等沉稳，怎么在宫里乱跑？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他这么着急是要赶去哪儿啊？殿下，混账东西！我让你看好他，你怎么看的？荣止，你怎么了？我以为你已经……你以为我什么？我以为我走了之后，你又偷偷跑来店里。你看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你看，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不是怕你生气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。你别生我气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冒险。要是你死了怎么办？要是你也变成干尸了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？你只想着自己，只知道争强好胜，根本毫无良心。害怕？你是为了我才害怕的吗？是你不让我进刘备殿的，所以我才用佛像镇鬼来当理由，就偷偷藏进去了。可是清月还是告诉沈玉了，沈玉就向皇上请了旨，不到天黑就把我拉出来了。你别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那里面的人是谁？殿下，这是我特意找来的一名死囚，他自愿参加这个试探来换取自由，生死无悔。我已经尽了全力了，可还是失败了。我来看看。霍玄，怎么样？和往常一样，也是全身的血液被吸干而死的。可是明明全身保护得很好啊，那怪物怎么进去的？你不是特意留下了漏洞吗？你是说那个怪物比这个洞还要小？当然，如果你仔细检查过尸体，早该发现这一点。是我不好。我太自信了，是我把他害了。你来看一下这个。
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花粉，但好像又不是。这太危险了，要不然还是取消比试吧。不，既然比试已经开始了，除非我或者摄政王妃中途死去，否则绝不会停下。如果要放弃，好啊，你劝他立刻认输，这场比试才能结束。殿下，你怎么也不劝一劝霍将军啊？依他的个性，没查明白，是绝不死心的。可是，好了，我已经答应了他们这场比试，不会再干涉其中了。霍将军今天挺奇怪的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他了？沈玉，把佛像请走。容止，你可以继续比试，但一举一动必须要告诉我。你太霸道了吧！你给我回来！容止！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走开！不是啊，我找不到出去的路了。真的，这个皇宫那么大，而且我是第一次来。你刚刚把我丢下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慌了。你可以让工人带你出去。哎，霍玄，难道没有人教你要善始善终吗？是你把我带到宫里面来的，就应该你把我带出去才对。顾欢，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你明明知道。知道。我知道刚才你看到摄政王那么关心摄政王妃，所以你才会生气的。既然知道，你还赖着我干什么？但你知不知道，我也生气了。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真的不懂？我不懂。好，那我告诉你。放肆！对不起啊，但是我心悦你。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明知道我的容止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明知道容止害的是楚玉，你不是依然也在坚持吗？而我呢，一路从荆州千里迢迢来到平城，我唯一的理由就是你。顾欢，你要是再不住口，我就割掉你的舌头了。一个人的心是无法被控制的，就算你把我的舌头给割掉了，也无法阻止我去爱你。我不想再听你这些废话了。霍玄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真正爱你的人是谁。到那天为止，我会一直等你。那我不妨告诉你，我爱的人是容止，你永远等不到那一天。霍将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等，月华殿的琉璃盏坏了，这是特意送去替换的。霍将军，这琉璃灯有什么问题吗？对，有问题，有很大的问题。陛下，哀家请求你下旨，终止这次的比试。太后娘娘，
我也是刚刚才听说的。那夜若非是沈玉来请旨，那死在佛像里的人就是摄政王妃。这么危险的比试，怎么能继续下去呢？陛下，陛下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不是还有1天吗？难道你忘了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想让陛下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那你就说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来。我阻止过他，但对于楚玉而言，临时终止比试就等于要他命。摄政王妃，太后说的对，不要拿性命去冒险。这件事情就此作罢，朕重新拟定一个考题，你们再重新比过。可是陛下，飞凤将军到。霍玄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。免礼。来得正好，陛下，当着他的面宣布，正式终止此局。霍将军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快劝劝陛下。陛下担心王妃与臣的安危，臣敏感于心。但陛下金口玉言，既已命臣查清刘备殿之事，臣不敢不从。陛下请勿忧心，臣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咱们应该举行一个祭祀。祭祀？刘备殿内有鬼魅作祟，摄政王妃的佛像镇不住，咱们可以用祭品来平息鬼魂的怨愤。只要平息了鬼魂作乱，王妃与臣自然是安全的。那么刘备殿的事就可以继续查下去。霍玄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我自然是为了将鬼魂永远封锁在刘备殿。难道你不怕他怨气太重，闯出来继续杀人吗？霍玄，陛下，臣向你保证，祭祀过后绝对不会再有鬼魂作祟。不过，霍玄斗胆，请你亲自参加祭祀，用龙气镇住鬼气，才能一劳永逸。好，那就依你所言，朕倒要看看你的方法是否奏效。谢陛下。霍玄，你是疯了吗？居然让陛下以身犯险！太后娘娘，你可千万小心点，可别惊动了鬼。你鬼在哪儿呢？我也想看看。参见陛下。红袖，你也来了。有陛下在这儿，红袖自然无所畏惧啊。就是有你们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才搞得整个宫里乌烟瘴气的。太后娘娘，霍将军也是一番好意，想帮刘备殿驱邪，你怎么能怪他呢？天快黑了，把遮阳布都打开。是。谁？抓住他！大家过来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蝴蝶，不可能。
我从来没有见过会吸血的蝴蝶，这些根本就不是蝴蝶，是一群怪物。不能让他们出来，赶快封上！走。 打开店门。去倒杯茶来。是。这就是你要给我们看的东西。是。这还要感谢摄政王妃，她命人打造了一尊佛像，唯一的破绽就是留用于观察外部环境的孔。后来我们在孔的周围发现了些许奇怪的绿色粉末。 我就开始怀疑，攻击人的可能是一种昆虫，但那个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它们到底藏在哪儿。所以，你为了方便观察它们，就命人特意改动了窗格。是。可恶！我之前明明看过它们，竟然只是以为雕刻得很逼真罢了。蝶恋花是常态，就算有普通人注意到了，也不会想到是活物。 不错，这种蝴蝶的体型比普通蝴蝶要小，吸完血消化完之后，又会恢复成飞蛾大小，重新回到壁上。这什么？是蝴蝶！蝴蝶！也不会想到是活物。不错，这种蝴蝶的体型比普通蝴蝶要小，吸完血消化完之后，又会恢复成飞蛾大小，重新回到壁上。 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太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你哪不舒服？太医，快请太医过来！混账东西！奴不知道，奴什么也没做。太后娘娘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奴怎么敢碰这种吸血的东西啊？太后娘娘，来人，拖出去！奴是冤枉的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是你！太后娘娘，这一切就是你的阴谋！太后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 飞凤将军，是你提议送来祭品，又是你破解了吸血蝴蝶之谜。现如今太后娘娘茶杯里又冒出了死蝶，除了你以外，谁还有这样的机会做鬼？宫中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吸血蝶，一定有人豢养培育。这样的人，必须常年留在留杯殿，才能掩盖这个秘密。太后娘娘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一直在外带兵，根本没有这种时间和机会。所以，有机会豢养吸血蝶的。 只有一个，亚奴，你为什么要豢养这些蝴蝶？霍将军，他不会说话，而且也没有办法写字，要怎么告诉你啊？他和那些蝴蝶一样，就是个疯子。杀了他！快点给我杀了他！拿笔给他。可他没有手指啊。拿给他。 你们一个个都在干什么？他就是一个杀人的疯子，应该立刻被处死。你们居然还想让他说话！朕也想知道，他到底会说什么。陛下，这个疯子杀了22个人，如果他死了，可能这些见鬼的蝴蝶也就都消失了，宫里就不会再死人了。太后娘娘，就算是死囚，也要给予申辩的机会。你为什么这样激动？写好了。 陛下，母后，这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这是诬陷。岳夫人明明是病故，与哀家有什么关系啊？
有人想要污蔑于我，设计了这么大一场骗局，这一切就是个阴谋。这个哑奴，她以前就是岳夫人身边的一个宫女，她曾经犯下了偷窃的过错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割了她的手指和舌头。可是这与岳夫人的死毫无干系啊！是。当然，你为何要构陷于我？谁指使你的？你说啊！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？这都是什么意思啊？摄政王妃，哑奴的意思是冯太后杀死了岳夫人。冯太后为了掩人耳目，又将岳夫人的亲信挨个找借口都杀死了。哑奴才在这里豢养吸血蝶，为了给岳夫人报仇雪恨。即便不能如此，也可以制造出岳夫人冤死、灵魂不安的假象，来赢得陛下的注意，好为岳夫人含冤昭雪。太后杀死了她全部的亲信，可她不是还活着呢吗？她当年犯的罪，理应处死，就是因为先皇开恩，她才捡了一条命。母后，这是陛下，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宫奴说的话呢？我问你，你说我是凶手，证据呢？其他人都已经死绝，哑奴是唯一的人证。太后娘娘割掉她的舌头，又叫她如何申辩？我听闻，哑奴的舌头又长出了半截，被太后娘娘知道了，又叫人硬生生的给重新结了。如此狠毒的手段，实在是叫人心寒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哑奴依然不肯放弃希望。他宁愿与这些怪物为伍，也要找寻机会报仇。如此苦心孤诣，怎会是污蔑？陛下，太后封不住，悠悠众口，宫中一直流传着刘备殿的秘密，好像这里的冤魂心有不甘，要你为他们伸冤报仇啊！陛下，红袖，你跟这个哑奴根本就是串通好了，设计这个局，想要构陷于我。不是的，太后娘娘，你如果真的问心无愧，那你为何之前会找20个人前来窥探？还有，你明知道刘备殿是岳夫人娘娘的旧居，你为什么还要力主封闭呢？你一向仪态万方的，怎么就会因为一杯茶而吓得六神无主呢？我只是一时不察。不，就是因为你杀了岳夫人，所以你心中有愧，所以你不敢面对刘备殿，不是吗？太后娘娘，你长着如此美丽的容貌，却有着一颗如此恐怖的心，你可真是我见过世上最恐怖、最可怕的女人！放肆！我放肆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从入宫便听闻过这些关于岳夫人的传言。这些日子，这些传言时常拷问着我的良心。如今太后娘娘的罪行，宫中谁人不知呢？陛下，你还记得先帝是为什么会驾崩的吗？红袖，这跟先帝有什么关系呢？先帝是不是从哑奴身上猜到了真相？没错，世人都知道真相，唯独瞒着陛下。那会儿太后娘娘已经羽翼丰满，不可动摇。她是惊怒交加才一病不起的呀，她不是病死的，是被活生生气死的。陛下，陛下，她才是一切悲剧的罪魁祸首，难道您还要这样容忍她吗？母后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陛下，我为了你精心策划，殚精竭虑。可是你今天竟然为了宫中的传言和这2个可笑的人来质问我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是我把你一手教导成人的，难道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母后的吗？还有容止，他们口口声声都在污蔑你的阿紫，你就这么听着吗？
太后，你为了权势，不惜干涉我的婚姻，搅乱我的生活。事到如今，你又想起我这个弟弟了，希望我为你冲锋陷阵。你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不觉得心虚吗？马雪云死的前一天，你是不是见过他？荣止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本来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是后来马雪云的死让我起了疑心。派人调查之后，发现太后你暗中挑拨楚玉和马雪云的关系，让他俩的矛盾越陷越深，最后无法挽回。我们家主子身体娇弱，您纵然心中有气，也不应该撒在他身上啊。他身体那么弱，怎么承受得住啊？王妃，侧妃一心想与你交好，未曾有分薄宠爱的意思。可你竟用口指害人，口口声声说我害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自己去看。主子身心受创，请摄政王妃仁慈，别再闹事了。我不会伤害他，我就问几句话不行吗？不，奴绝不会再让你伤害主子。太后娘娘，这都是真的吗？我没有。有一就有二。如今你对待楚玉和霍玄，也是用同样的法子。你希望我为你所用，又竭力抑制我的势力，生怕我拉拢霍家军和刘宋。为了防备我这个摄政王，真的费了不少心思。母后，你杀死岳夫人，又气死父皇，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信不过，还要想方设法地控制他。你一直以来在我面前表现出的温柔、慈爱，难道都是假象吗？不，陛下，红儿，母后没有，我是被构陷的。荣止，就连荣止，他也是被欺骗了。太后娘娘，我为大魏呕心沥血，你却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直到现在还在辩解，实在让人失望。陛下，请你为无辜死去的人沉冤昭雪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朕也无法替你开解。尤其父皇待你安身四海，可却被你活活气死，朕也无法谅解。无法谅解。红儿，你不是一直说我无情吗？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全部都是为了你。当年岳夫人她恃宠生骄，数次构陷。如果不是我想办法除掉她，你能当上现在的皇帝吗？其他人嘛，败者为寇，胜者为王，我没什么值得忏悔的。至于荣止，我和他是子弟没有错，可是康王一死，摄政王的势力过于膨胀，就会威胁到红儿你的皇位。母后所做的一切，全部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大魏。太后娘娘，你将荣止越推越远，让他与陛下心生嫌隙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你说什么为了大魏，为了陛下，甚至不顾一切的杀戮，不就是害怕失去权力吗？来人，在。太后奉体有恙，即日起，太后就留在宣光殿静养，未得圣旨，禁止出入。或许楚玉没有说错，我对不起岳夫人，对不起先皇，我对不起所有人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我的红儿。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你在责怪我？你要离开我，要抛弃我，为什么？啊！请吧。
陛下，你的考验已经完成，这场比试是我赢了。楚月，你有异议吗？没有。朕宣布，最后的胜者是飞凤将军。好了，你们都先下去吧，朕还有话要跟摄政王说。飞凤将军，你不服这场判决吗？我只想问你一件事情：今天这一切，是不是你事先策划好的？策划？用吸血蝶引出当年血案，一举牵出岳夫人之死的秘密，然后将冯太后彻底击败。不是我。不是你。我和你一样，只想解开刘备殿杀人之谜，却没想过会牵出当年旧事。是这样吗？王妃，关于这场比试，若你有任何不服，都可以再与我比过，不管比什么，我都奉陪到底。不必了，既然我敢应战，就输得起。只是我希望你能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我会自己离开平城。我信你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看着我啊？就是突然觉得有点不认识你了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还记得你刚进宫那天，在宴会上，那场戏演的是故意给皇上看的，对吗？是。我平日里见你对皇上嘘寒问暖，殷勤备至，以为你是真情对他，原来不过也是为了权力。楚月，你说皇上为什么会喜欢我啊？因为你美丽啊，善解人意，单纯又可靠。你说的都没错。年轻、美貌、天真、单纯，这都是我的优点，也是皇上看重我的原因。同样，显赫的权力、尊贵的未来，那是皇上的优点，也是我爱他的理由。楚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呢？这可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。我不明白。楚月，自古以来物竞天择，男人会选择和美貌佳人在一起，同样，女人则会选择最强大的男人为归宿。可是，我跟你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。就算容止不是摄政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会变成不喜欢的。楚月，那容止的风度翩翩，气质非凡，还有他远胜常人的心智，不都是皇室一族精心教养和一手栽培出来的吗？你呢，可以不喜欢他的权力和地位，但是你喜欢他的一切，可都是权力和富贵滋养出来的呀。你又怎么能割舍开来呢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争不过你。不过，今天这一切，你是不是早就……既然知道，你又何必问呢？不光是我，还有雅奴，
我们都是别人早已安排的棋，我顺着别人的棋路走，又可以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，何乐而不为呢？顺着棋路走，那下棋人是谁啊？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找我？学而时伴君如伴虎，凡事三思而后行。是，红袖一定不会忘记殿下的提携之恩，请殿下放心，我一定能完成殿下交代的事情。红袖，好了，今天就学这两个。楚月，好，记住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刚刚你在跟谁说话？容止吗？你看错了吧？摄政王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啊？你说什么？那天的人影就是容止，他就是下棋的人。你现在就去冯家看一看，不就全都明白了吗？贵人，摄政王妃这是怎么了？吓着，吓着。奴听说王妃的胆子可大了，连吸血蝶都不放在眼里，怎么会被你几句话就说怕了？胭脂，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吸血蝶，而是人的心。摄政王有令，冯家上下众人立即押回廷尉，择日再审。我不信，容止他人呢？你让他过来！这个混账东西，我绝不放过他！快点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娘娘。沈玉，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容止干的？是他想独霸朝纲，所以才背叛我们冯氏。他逼得太后退避深宫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，是不是？胡言乱语，马上带走！红儿，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玩这个拨浪鼓了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也就不需要母后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指责我？红儿，你应该理解我的。为什么连你也要怪我？和皇上商量完大事回来了。我在这等你很久了，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，红袖是不是你的一颗棋子？是。你明明知道吸血蝶的秘密，可你还是看着那些人死去，看着我忙得团团转，你始终按兵不动，是要等最佳时机，在皇上面前拆穿一切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是没打算处处隐瞒，还是没有对我的努力袖手旁观？容止，在你眼里，红袖、飞凤将军，包括我，都是棋子，对不对？你都这么想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现在连解释都不肯了，是不是根本就不屑一顾？你都把我想得这么狠心了，又何必寻根究底？你说是，那便是好了。容止，
殿下，荣止，你又一次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冷酷。谢谢你的直言不讳。殿下为何不向王妃解释？他说的是事实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就算一切都是假的，你对王妃的关怀肯定是真的。我都跟了你这么久了，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。不要再提这件事，殿下。我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冯太叫嚣着要见太后申诉，不必理会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对冯氏一族太过苛刻了？冯太行事狂妄，又与你不睦已久，更何况冯太后表面十分亲厚，背地里却不计一切手段来制约你的权利，甚至暗中安排人手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她根本就不顾亲情，我们又何必手下留情呢？她是太后，用亲情控制我，为她谋划，又用权力辖制我的野心，这并不奇怪。殿下，清月，你说人心怎么会这么复杂？我越来越看不懂容止了。公主啊，我觉得呢，人跟动物其实是一样的，你总不能要求老虎不能吃兔子，狼也放过羊，那人也是一样的，人就只能吃人了呗。其实我厌恶的也不是彼此斗争，就是平日里那些虚与委蛇和不动声色。这是我觉得人心最可怕的地方，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。谁啊？是你啊，王妃，奴刚才不小心打碎了茶盏，我这就换一个新的来。等等，清月，你去外面等着，我有话要跟兰若说。嗯。奴，看来是容止。奴的确奉了殿下命令，他让我一直陪着你，不让你离开。殿下有恩于我，奴实在不敢不从。可王妃，你起来吧。王妃，千万不要走！你是摄政王妃，现在又能去哪儿啊？千万不要！谁说我要走了？奴实在很担心。就冲着你对我一片真心，我也不舍得走。起来吧。可你一直都不开心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了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保证哪儿都不去。你呢，就别担心我了，好吗？等到了冬日里啊，到处都是银装素裹的，平城可好看了。真的。而且啊，这树梢、房檐都会挂上长长的冰棱，这河面上还能结厚厚的冰。到时候呢，就可以玩雪橇，去冰面上凿个洞钓鱼。我喜欢这个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去啊？这如今天气还这样暖和，要结冰还早着呢，慢慢等吧。王妃，奴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叫什么赌注啊？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，做不得真。你要是真把位置让出去，那才叫犯傻呢。殿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还是那个飞凤将军？没有，大家都没说什么，别乱想。兰若在这宫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这飞凤将军有什么厉害的？她不过就是一个爱慕殿下的女人罢了。只要殿下站在你这边，她就无计可施。正因为如此啊，她才会想出这么卑劣的手段，逼着你离开。兰若，王妃，难道你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飞凤将军就是想借这次的比试，将你永远赶出平城。比试是我自己答应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就要愿赌服输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如果我说一声委屈，我就是瞧不起我自己。可这样的比试压根没有意义啊！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
你再这样，我不理你了。王妃，我这也是担心你嘛。难道你真的要为了这样一次比试，放弃你王妃的位置啊？更何况，你这是魏宋和亲，你就这样回去了，怎么跟刘宋交代？到时候再引起战火，那你之前的牺牲不都白费了？这是我的选择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负责到底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还没走吗？你已经打定主意了，是不是？王妃，我知道没有办法阻止你，但奴希望你明白，你和飞凤将军，谁去谁留，你们谁也做不了这个主。最重要的是看殿下怎么想。所以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呢？看看他心里究竟爱着谁？你好好想想吧，千万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哎呀！啊！我好不容易才潜入摄政王府的，你就这么对待我呀？哎呀，好疼啊！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痛啊！快过来看看。摔着了吗？这儿。这儿吗？这儿。没破。清月，我喜欢你。你放开！你个流氓！你放开！你流氓！哎，清月，我是认真的。你家主子输了比试，必定会离开平城。你们刘宋的确十分繁华，但我们大魏也毫不逊色呀。我带你啊，吃遍大魏的美食，浏览美丽的风景。松开！我们快快乐乐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放开！你流氓！我要告诉公主去。清月，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哟，这不是沈将军吗？这么晚还不睡觉？军龙啊！王副将，你以为这里的墙头是你天天能爬的吗？要不是我，你早死了。是吗？那你怎么不继续放水啊？以后等我娶到了小媳妇儿，第一个请你喝喜酒啊！清月是一个单纯的姑娘，她什么都不懂，别把你那套用在她身上。我只不过邀请她留下来，有什么不对的？难道让她回刘宋去啊？王副将，你以为我跟清月一样没心眼吗？你真正的目的，不就是想试探一下王妃，到底会不会兑现赌约吗？沈月，也许我试探的心思有一分，但是我对清月也是真心的。可她现在拒绝你了，你马上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沈月，你分明就是有私心，想阻拦我靠近她。哼，你就是嫉妒我。你分明就是嫉妒我！臭黄色，你个大流氓，一天就知道欺负我，坏人！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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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？没长眼，这一天天的，有完没完呀？又拿弹弓伤人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不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你？哎，什么呀？面口的，还是香囊啊？
清月，坐。我可都看见啦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送沈玉香囊啊！我说呢，怎么找兰若学缝补？原来你是开窍了。不是，公主，那个不是香囊，其实那个是面口袋。啊？真的，你不知道沈玉为了得知你的消息，拼了命的讨好我。这样呢，我送给他一个面口袋，他以后呢就可以把吃的好玩的什么都放在面口袋里面，这样点心也不会凉。我是不是超聪明的？是，清月最聪明了。啊，沈玉可真可怜啊。公主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真的要走啊？你就那么讨厌摄政王？不是。仔细想一想，处在容止的位置上，被太后忌惮，被皇上疏远，还要被朝臣抵制，步步维艰。可是我呢？上回跟他吵架，还骂他冷漠自私。后来冷静下来一想，如果一敌而处，我未必能做得比他更好。所以呢，我也不会再怪他了。他需要的是像霍玄那样心如磐石、手段强硬的女子。他可以理解他，扶持他，以大局为重。我的话就太意气用事了。啊，我又不是你摸我头干嘛？摸几次了今天？就摸。王妃、清月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啊？要着凉啊？那边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丹凤轩传来的。这么晚了，王妃又在闹什么呢？哎，殿下，殿下！沈将军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皇上派你来府上，只是督促摄政王，又不是监视。你可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！沈玉，入了摄政王府，你就要牢记自己的身份，处处以摄政王的喜乐为先。如果你逾越本分，那我就只好得罪了。兰若，你说平时这样玩多好，你呢就不应该老板着脸，你就应该多笑一下，笑。你笑一个嘛，笑一个。殿下，清月，我们俩出去，让殿下跟王妃好好说说话。走。我是不是吵到你了？抱歉，以后不会了。荣池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离开平城。我不喜欢你把我当赌注，不喜欢你输了就跑，所以我不许你走。你凭什么不许？因为我是你的夫君。这理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还有别的理由吗？荣止，你要是想留下我，就得说出打动我的理由。你说得出来吗？既然没什么好说的，那我进去了。站住！
可心不是儿戏，不能说取消就取消。可这次赌局，是皇上亲自作证的。没有我的许可，皇上的决定也没有用。楚玉，我不许你走。可是容止，我不想听民族大义。我想听什么？你明明知道，可你就是说不出来。你能轻易说出口的，我永远也不能。不是怯懦，而是觉得毫无意义。什么叫毫无意义？对于我来说，利益永远大于感情。只要魏宋联姻约定在，我们的婚姻就永远不变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。可是这样的天长地久，我一点儿也不想要。楚玉，对不起啊，说了不再为难你，自己却又忘了。容止，谢谢你包容我的任性。你还没有答应我，不要离开平城。以后再说吧，我要睡觉了。